常规导弹要想形成足够的威力，绝对的数量才是关键，而核导弹则完全不是，一发便可毁灭天地。此外，从俄罗斯在冲突期间历次核威慑的反馈来看，核武器的威慑力已经严重下滑，单单靠核威慑力量已经无法拒止美国的冲动和冒险了。大家好，我是江玉华。这段时间国际局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次出现动荡的迹象。在俄乌冲突进入僵持之际，中东这个火药桶又被点燃了。5月9号，以色列不宣而战，空袭了加沙地带，连斩3名杰哈德指挥官，双方出现了战争的苗头。而在东亚地区，美国又不断升级台海局势，拉拢周边国家向中国发难，矛盾冲突已经难以调和。于是我们看到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必有一战的讨论热度又开始飙升了。当然，很多人还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中美两个大的经济体不可能走向热战，这等于在互相毁灭，不符合美国人的处事风格。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大胆假设，假如中美走向战争已不可避免，以我国现阶段的军事实力，能否确保在美国对我国本土发起攻击时，将战火也烧到美国去呢？下面我们来慢慢分析。打仗总是离不开地图的，中美两国直线距离为14000公里，而从我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的乌苏镇到美国最西边的阿拉斯加州，距离也有4300公里。走水路的话，航程差不多2万公里。这么远的距离，陆军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剩下的只能是海军、空军和火箭军了。首先，从海军层面，我们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就是隐藏在水下、神出鬼没的潜艇部队。其中常规潜艇普遍潜航时间短，自持力相对较差，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换气或者给进行补给，容易暴露，性价比低，不太适合执行远洋任务，主要执行国土防卫任务。像日本那样因为法律限制只能深度挖掘常规潜艇潜力的极端例子，这里先不讨论。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像093和094系列的核潜艇，以及传说中更新的095和096核潜艇。目前由于我国核潜艇的数量有限，所以好钢用在刀刃上，搭载的几乎都是潜射核导弹或者鱼雷，不像美国富裕到将许多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改装成巡航导弹核潜艇。不过，随着我国海军的核潜艇服役数量的逐渐增多，潜艇携带的弹种也会更加的多样化，这方面的短板也正在被快速的弥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近些年来加强了第7舰队反潜力量的主要原因。当然了，目前想要用数量有限的核潜艇对美国进行战略威慑，只能动用核导弹，效仿俄罗斯暂时进行核潜艇的导弹试射。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核大战，我们大概也会将导弹的核战斗部改装成常规高爆弹头，甚至成为亚核武器的温压弹。面对美国的层层反导网，只要有一半的导弹能够躲过美军的拦截，目的就达到了。之前俄罗斯曾一夜之间从海陆空3个维度向乌克兰发射了81枚导弹，里面的很多导弹甚至都是亚音速以及 S-300等防空武器系统，依旧无法做到100%的拦截。一旦我军将高超音速导弹兼容到核潜艇上，将是美军反导系统的噩梦。当然，常规导弹要想形成足够的威慑力，绝对的数量才是关键，而核导弹则完全不一样，一发便可以毁灭天地。此外，从俄罗斯在冲突期间历次核威慑的反馈来看，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已经严重下滑，单单靠核威慑力量已经无法拒止美国的冲动和冒险了。俄罗斯够强硬吧，号称战斗民族，但乌克兰和北约都攻击到他的首都了，连克里姆林宫都被无人机给袭击了，不也没有触发他的核按钮吗？因此我们需要数量更多的核潜艇，搭载更多的核常兼备的潜射高超音速武器，随时保持一支规模可观的潜艇部队在美国太平洋上战备之败。
确保能够在第一时间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如果将来台海局势有变，美国武力介入，却只是动用常规武器攻击我们沿海城市，例如航母、飞机和导弹，我们作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势必不能动用核武器，只能把反击限定在常规战争的范畴。很多人会想到，除了潜艇，我们还有航母舰队。考虑到我们国家目前的航母数量有限，暂时还要留上一部分看家护院，真正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想要通过航母舰队打击美国的本土，就得穿过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中间还要和美国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擦肩而过，比如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轮换部署有 B2、F-22、F-35、B-52等当家核心装备，总计7大基地群，这些都是拦路虎。美国就是依靠这些永不沉没的航母，把太平洋连成了一张网，变成了美国的护城河。即使不考虑沿途美海军的拦截，我国航母要想攻击美国的本土，也得把船开到距离美国海岸线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才有意义，因为这是航母舰载机和机载导弹的攻击半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沿途没有基地，规模庞大的舰队补给怎么办呢？这么长的距离，舰艇飞机都要喝油喂弹，人要吃饭饮水，只靠补给船来回跑肯定是吃不消的。至于空运就更不现实了，况且后勤补给线太长，很容易被美军拦截或者切断，十分不保险。所以对我们而言，发展海外军事基地是一个很有必要的选择。要知道，连俄罗斯这样的二流海军国家都有20多个海外基地，好在国家目前已经在这方面开始布局了。2011年6月，在吉布提动工建设的首个海外军事保障基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万事开头难，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就好多了。同样是缺乏海外基地的缘故，我们国家即便发展出了类似比尔的重型隐身轰炸机，空军也没有办法威胁到美国的本土。毕竟往返近3万公里的航程，仅飞行时间就长达30多个小时，还要携带近几十吨重的弹药，期间无法落地加油，实际航程会大大的缩水。放眼全世界，除了冷战时期美苏研制的核动力轰炸机外，目前还没有一款轰炸机能够做到飞这么远。刚才我们把海空军说完了，下面我们再说说火箭军。其实火箭军也面临着和海军潜艇部队一样的问题。如果美国不打核战争，我们的东风系列家族的威慑力就会被削弱。毕竟让东风41和东风5这些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去装载各种各样的常规弹头打击美国本土，性价比实在太低了。但是真要打起来也会这么做，因为能够制造美国人的恐慌情绪，使其人心惶惶，利用民众强烈的反战情绪逼迫美国政府收手。这里可以参考60年代的越南战争。对我们中国而言，导弹产能不是问题，这种方式可以对美国大城市构成巨大的威胁，无非就是成本高了一点。另外，我们也可以大力发展类似于俄罗斯先锋那样的有着洲际射程的战略导弹，可在临近空间进行高超音速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0个马赫，飞行的全程一般只有30分钟左右，可以刺穿美国现役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当然，我们可以利用东风26这样的中远程导弹去打击离我们最近的阿拉斯加州。对美国而言，阿拉斯加州是一个大号的油气站，每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4。要是这里的油气田受到攻击，美国这个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就很难像现在这样稳坐钓鱼台了。俄乌冲突后，在俄罗斯油气出口遭到制裁，欧佩克加开始减产石油的情况下，美国还能对外出口石油，秘诀就在阿拉斯加，既然打，就是要打在它的痛点上。综合来看，现阶段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对美国实现反击，主要还是依靠陆基和海基的各型远程常规导弹。虽然成本是高了一点，但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反击手段也在变得多样化。今年中美流浪气球事件也给我们了一个启示：真到撕破脸的那天，凭借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我们也可以通过放气球的方式定点轰炸。要知道，中国的气球技术独步全球，甚至可以在临近空间进行飞行。F-22要是想打，可就是鞭长莫及了。最后，例如美国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攻击我们，我们的反击一定是从多个维度进行的，不会给美国喘息的时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